在台湾过了一个美好的星期之后，到了飞回新加坡的时刻。虽然我乘搭的是架旧飞机，在这视频里我也会给您看一下在 A350 和787新的座椅。以我认为，新加坡航空公司设定了经济舱的标准。Hey guys, and today we're flying on Singapore Airlines from Taipei back to Singapore.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one, see what the overseas is like, and we'll also be comparing it to the A350 with the new seats. In my opinion, Singapore Airlines sets the standard for economy class from short to long haul, and so let's see if this flight is just as good. 台湾桃园机场有好和坏，出发地区非常乱，招牌也很差。虽然机场内有许多休息区，但中段没有地处能让我使用电脑做工。有些座椅提供 USB 插口。机场有不少商店，但缺乏咖啡店，因此我不得不使用自动售货机。然而，机场确实有了个飞机全景台。更有趣的是，台湾桃园机场有了个单独的休息区。总体而言，虽然桃园机场不错，但至其他亚洲机场如天津和新加坡樟宜机场是更好的转换点。现在让我们看一看 A330 的机舱。我们接着才看新座椅。A330 采用了242座椅分配，每个座椅宽18寸。座椅本身具有良好的支撑性和可调节的头枕功能，但是更厚的设计意味着膝部空间比新座椅少。A350 采用了新的设计，但保留了良好的支撑。在您大腿前具有了个座位口袋，口袋本身有了大小的分区，也采用了文件包装，足够容纳大水瓶。座椅也有了个坚固的托盘桌和一个化妆镜。不幸，客舱清洁的水平在这几年内越来越差。那之上有了个置杯架和个羽毛垢。电视遥控机被放置在电视的荧幕下，荧幕板的尺寸为9英寸，座椅也具备 USB 插口和插座，因此它们完全接线。A350 和777 300ER 的新座椅具有所有相同的功能，并加了膝部空间和触控荧幕板。最新的 A350、7870和 A380 的新座椅采用了全新的设计，有了个手机座、NFC 刷卡机和更新的头枕。总之，我当然会建议您选择飞带有新座椅的飞机。旧座椅最大的缺点是 iFi 的系统，萤幕不是特别大，虽然看起来有许多选择，但因为较旧的系统没有触控萤幕板，试图让它们出现在萤幕板上是通过个笨重的遥控机完成的。我座椅的遥控机有点坏了，很难点击我想要的按钮。虽然如此，系统是有很多节目和电影。
音乐选择也相当不错。儿童角落包括了一些电影和一些游戏。在这次飞行中，我尝试了高尔夫，然而较新的 Crystal 系统相当不错，具有相同的内容和电影。较新的系统具有触控荧幕板，但是新的系统仍然没有直播电视。所有新飞机都提供无线网络，但价格过高。总的来说，较新的飞机是有了个更好的 IFE 系统，即使阿联酋航空公司的 I 系统领于其他对手。正如您对新加坡航空公司的期望，这次航班的服务非常好，工作人员都非常友善。即使起飞之前，新加坡航空每个乘客都给了个热毛巾。Thank you。而这是新加坡航空公司独特有的。我们接着看一下菜单，当然，请您随意跳过。虽然服务稍微慢，但空中小姐知道这一点，因此他们准备了一些零食和饮料。午餐本身也非常丰盛。这顿饭也带来了开销菜和面包卷。空中小姐每个人也给了 Häagen-Dazs 的冰淇淋。新加坡航空公司也提供了金属餐具。This is the same larger toilet as the one I was in that day, and it's halfway through the flight. It's pretty clean actually.转眼间，我们就已经快要在新加坡降落了。那么我的判决是什么呢？好吧，飞机上的座椅都很旧，但即使腿部空间不是最好的，它们仍然非常舒服。较新的座椅具有更多功能和更多的膝部空间，当然是最好的经济舱座椅。服务是新加坡航空公司的一个特点。那么你应该避免考虑入围或直接飞新加坡航空公司。总的来说，我认为你应该选择直接去飞新加坡航空公司。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航空公司即将淘汰像 A330 这样的老式飞机。我非常期待看到新的飞机飞更多航线，并且将来会毫不犹豫地飞新加坡航空公司。在此期间，祝愿你前方有晴朗的天空。